好，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节课这节课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第二章节气小精灵的一个绘制啊。今天的主题呢是夏至。好的，那还是按照惯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下我的这个灵感和设计的一个思路。夏至的话呢，讲起来的话，就是会给人一种比较炎热的感觉。然后，所以呢，我一开始在想配色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已经想好了，就是我想用很大面积的一个蓝色，一个冷色，因为我想要那种凉快的感觉。然后当时呢，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张图，我觉得非常的合适，我就拿过来了，作为我的一个色彩灵感。然后它本身的这个配色是红。蓝绿黄吧，也是敦煌的一个主色调啊。那么这个，讲到夏天的话，因为非常炎热，所以当时在这几个汉服的一个款式里面，基本的款式里面，我就想找一个露出度比较多的，看起来比较比较适合在夏天穿的啊。像明制啊这些衣服都比较适合厚重感，就比较适合冬天，所以到时候冬天的话会走那个明制的一个路线啊。然后夏天的话，我就想起来，哎，这个敦煌还蛮适合它的露出度比较高。它这个服装的款式的话呢，本身是比较有特点的啊。本身这个敦煌文化的话，历史比较悠久，也大概有2000多年了啊。然后呢，它为什么会形成很独特的风格，是因为它是多种文化撞击的一个交叉点，中间的话融合了像我们中国呀然后印度呀、希腊呀、伊斯兰文化呀，它其实多多少少里面都带一点。然后的话呢，跟当时的那个兴盛的宗教也非常的有关系啊。然后这个文化到隋唐的时候，是这个整个石窟艺术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然后服饰的话，由之前的那个秦汉时候的这种简约，转成了一种比较奢华的感觉啊。然后由比较保守转为了比较开放。像现在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女明星身上的这个衣服，对吧？它的露出度都很高啊，这个上半身基本上都是比较贴身的一个款式。如果是在原来的壁画里面的话，可能就是更加的开放，它可能就不穿衣服了，上半身就是裸着的啊。然后在壁画当中的话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现在也是借鉴的比较多的一个类型，就是他们的这个第一章和第三章的这个造型啊，其实就是飞天造型。在壁画当中的话，飞天造型的整体特征，它是体态轻盈灵动，然后呢，身上会有很多的衣带，所有的这个敦煌模式这个类型全部都是，在腰上啊，然后手臂上啊，绑上很多很多的飘带啊，然后在舞动的时候尤其的好看，对吧？这个带子本身的这个质感是比较轻盈的，所以它飘在空中的时候会有一种动态的美感啊。色彩上面的话呢，比较的齐丽。我们刚才讲的最主要的3个颜色4个颜色大概是红、蓝、绿、黄啊。然后营造出来的呢，是当时人们想象当中佛陀世界它那种如梦如幻的一种样子啊。然后宗教文化和时空的一个融会碰撞，使得这个飞天之美的话呢，在现在仍然成为了很多这个电视剧还有这个明星他们灵感的一个来源。那我们今天也来借鉴一下啊，从中获得一点灵感。然后我们的动态的话呢，是我们这边的右边的这个动态啊，稍稍会有一点透视啊。好，了解了大概的思路以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绘画啊，进入绘制的过程。有点像哦，但是怎么关闭呢？好的，我们还是按照一个顺序啊，就是先是胸腔，第一步都是去找胸腔啊。还是把它想象成2个橡皮团子。胸腔的话呢，在这个角度它稍微会有一点俯视的感觉，也就是我们看得到这个顶部的啊。你在画的时候要稍微的想象一下。嗯，
跟上回的那个角度其实也有一点点像的啊。然后在它的下面，我们又贴上一个橡皮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的人体具有动态的时候，它常常出现的一个特征就是一边比较的紧，一边比较的松弛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动作的话，哎，我们又可以用一个什么来表示呢？对不对？用这样的两个符号来表示，这边的话它的动作就是比较的收缩的啊，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的松弛的啊，一紧一松往往可以营造一个动态啊。好的，这个两个图托现在画出来了以后，我们在上面简单的加以辅助线，来区分它的一个块面。怪不得画起来不对，用了坏的那种。然后我们给它标出中线。嗯，好，这样几个辅助线以后啊，它的整个块面呢，我们就可以区分出来了。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个比较长的凸起啊，然后我们给它做上3柱。下半部分呢，其实是看不太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胸部了。胸部我们稍微的把它的范围扩大一点。胸部的上半部分啊，基本上下面其实看不太到。然后我们看一下胯部。胯部的话，这个时候中心线两个块面的中心线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动，那也是这个人体它会有动态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加上头部。这个头部呢，它的朝向其实就是比较偏向于正面。
在整个头部正面的头呢，大家就比较有经验了，在整个头部的1/2，可以说偏下一丢丢吧。那我们给它画上十字线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豆豆眼定一下位。好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之上，我们呢再给它加上一个四肢啊。加四肢的时候的话，如果对刚开始用2条线直接画出它的一个形状和比例，在同时把握的时候有难度的话，大家可以先用一个火柴人，就是先用单线条去把它的长度和它的趋势给它找出来。这个呢，这部分呢会有一个重合啊，手臂折起来的有一个重合。声音有点小啊，现在呢？麦克风现在再近一点，现在呢？还是有点小吗？诶，为什么呢？跟上回一模一样啊。哦，这样子啊。好了，弄完火柴人以后啊，现在基本上的这个比例就已经是确定了。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把人偶人给它完善一下。注意耳朵的位置啊，它跟这个眼睛的眼尾这个位置是齐平的。有了豆豆眼以后呢，我们只要加上眼睑，嗯，大概是一个什么神态，其实就已经是能想象得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豆豆眼的边上稍微扩充一下，就把它的眼珠子给它给它抠出来。
注意这两个透视线啊，这两个透视线还是很重要的，它就代表了这个腿啊，它是往哪个方向伸。这只腿的话曲起来，所以他看到的膝盖比较多。后面这个小腿呢，看到的因为透视的原因，他看到的就比较少。这只手臂的话呢，会有一个曲起，对，我们先画前面的部分。其次的话呢，画这个手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给它分区分一下。1、3分区的啊。这个手稍微长了一点，我们把它拉回来一丢丢。啊，它是一个侧面的手，所以呢，手掌的部分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三角形，用一个梯形去概括。
手指的话还是跟我们上节课讲的一样啊，一半一半的去区分它。一开始的话只用考虑2个大的这个关节的区分就可以了。对，它停了一个蝴蝶，或者你可以吹一个羽毛，或者改一个别的什么东西也可以。差不多这个人偶人我们就捏出来了啊，我们看着调整一下。增强一下它的动态，不是扭的更厉害一丢丢。差不多了啊，稍微收进来，哎，稍微收进来一点点。好，这个人偶人画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在它上面穿衣服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敦煌服饰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它就是上短下长，然后下面的话一般会是裁成几条的一个长裙啊，里面的话可能会穿一个有一点点西域风格的那种灯笼裤啊，然后中间腰部的话常常都是露出的，对吧？然后那我们就抓一下它的特征啊，然后给它组合一下。我们先画胸部啊，
对，它的中线要对啊，大致先给它这个一块，对吧？可以，你可以换那个姿势。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腰带做得高一点。有同学不是经常说，穿衣服的时候感觉它不能贴合在这个身上，这个时候所有这种水平的线就非常的重要了啊，一定要贴着这个透视线。下面的话呢，我们给它先穿一条灯笼裤，先呢做出贴着我们的这个腿啊，大致的做出它的轮廓线来。在我们的这个脚踝的地方会收紧，好，这边呢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布料的一个堆积啊，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动作加上褶皱，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腰部的一个扭动啊，从这个腰到我们的这个膝盖这里，从我们的胯到这个膝盖这里啊，其实是肯定会产生一个比较扭转的这样的一个长条的褶皱啊，在我们的这个膝盖弯曲的地方，它会出现这种挤压的褶皱。这个膝盖呢，因为它现在把布料给撑起来了、凸起来了，所以这块反而是没有褶皱的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叫左边的画面左边的这条腿啊，这边的布料比较富余，因为重力的关系啊，它肯定会产生顺着重力方向的长条形的褶皱，然后在底下形成堆积纹，然后在脚踝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来一点点的这种曲线啊，它的布料收缩起来了。然后呢，在这个灯笼裤的上面，就是外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给它加上几条长长的布料啊，看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像裙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比裙子呢要来的灵动一点啊，长条的一个结构啊，很长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话呢，要顺着它的腿部的一个，这条腿不是曲起来了吗？所以这个布料在这里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到这条腿的时候呢，整个腿是直的，而且是向后一点的，它对这个布料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顺着它就下来了。这边要记得有一个起伏啊，在尾部的时候啊，我们的布料呢有一个
被风影响了以后啊，今天的风向是这个样子的，从右往左，对吧？它的裙角会有一个飘起的趋势啊，随便的给它加一点褶皱，这个褶皱大家可以随机一点啊。然后在腰部的话呢，两边是定死的，对不对？相对来讲能活动的范围比较少，所以呢，这边就会形成一个像悬挂在那里的一块布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褶皱。看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后面应该来讲还会有一块布的，先把它整体的趋势画出来。在整个裤子的后面，它的整个背面啊，我们可以再给它来一块布料。前面这块布料稍微调整一下趋势，跟后面这个布料的话呢，都有点区别。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人物他的其他身体部分继续的进行一个细化。先看一下我们的头发，头发的话呢，我是打算给它做一个高马尾啊，因为今天这个人物的造型让我想起了有一个非常古早的漫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圣传》，里面的那个主角阿修罗啊，他的那个头发就是一个中分的高马尾，嗯，然后我感觉还挺有味道的，今天做一个跟他差不多的。首先还是一样，我们呢要先找到一个发际线啊，大概的画出它的外轮廓，大概是到哪个位置。然后呢，以这个发际线和这个点为中心啊，我们对头发进行一个分区。建议大家呢在画的时候可以跟我一样，用这种辅助线去做一下啊，不要一上来就说把这一块的头发画的特别好。长大版，对呀、他那个漫画应该算得上是，耽美鼻祖。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组，能看得出来吗？两个刘海，它的朝向是一个中分的刘海啊，这样子吗？然后呢，在刘海的后面这一层啊，然后偏上面的这一层呢，想要搞出几个分区，它是往外翻的，让这个头发的话稍微显得比一般的这个高马尾要俏皮一点。好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啊，把前面扎起来的这个部分先给它画出来。注意这个发际线啊，在画的时候不要像下面有一条水平线一样，把所有的发际线都老老实实的从这个水平线出发啊，稍微的自然一点，松动一点，这样会更好看一些。你怎么回事？啊，右边也是一样。不是，它是前面扎起来，扎起来了，后面有个高马尾，所以还是算一个长发妹子。同一个趋势稍微给它加一点小的分区，让它看起来灵动一丢丢。然后我们来把后面的
这个头发高马尾啊，我们给它做一下。高马尾的话呢，先画一个长长的辅助线，就是你得先把它的走势给它标出来，找一个大一点的动态。像丝带一样，给它分一个面的翻转。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面部啊，有了痘痘眼和单线条眼睑的一个辅助啊，这个时候位置就已经不需要大家去考虑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把注意力放在眼睛的造型上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结构，之后的比如说什么眼角啊、下眼睑啊，都是在这两个结构位置已经确定了的一个基础上面再去添加就可以了。啊，狗子声音好大，我声音很小，是我讲话声音太小了吗？我讲话声音响一点啊，声音响一点。哦，有点小是吧？现在呢？
好。画眉毛的时候呢，注意眉头，然后眉峰，还有眉尾啊，基本上都要处在同一条水平透视线上。像这张脸的话，它是一个偏正面的脸，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好，应该是我讲话声音响一点就可以了。修一下这个眼睛啊，优化一下这个眼睛。调整一下眼珠和下眼睑以及上眼睑的贴合部分。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啊，精草的阶段，多花一点时间。形准不准就是看这个阶段，有时候形准了，你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些线条啊的趋势呀、或者造型啊做得更好看一点。就这个阶段比你很着急忙慌的进入那个下一个描线稿的阶段，其实要重要很多。那个只是一个很机械的部分啊，这个阶段是一个比较综合动脑的一个部分。
贴一下我们的肌肉线条，手我们单独画一个图层，用指甲去确定一下后面两个关节啊，两部分的这个区分。作为手臂的肌肉线条，手肘部分的关节形状啊，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脚。脚的话呢，它就只有两个关节，啊，怎么说呢，就是两节。把腿画出来一点点啊，还是一样，我们会做一个半透明的处理，跟上次的惊蛰一样啊，这个后脚这边会做一个半透明的处理。好的，我们现在的话可以整体的来调整一下你的造型啊，比如说这个头发，我刚才觉得不够饱满，先把它拉大一点。觉得已经 OK 的地方呢，我们就给它合并起来。这里在调整的时候，我把刚才胸腔这一块的线稿做了一个正片叠底，然后呢用白色的线条去把一些本来是需要橡皮擦擦除的地方给它涂抹上去，这样线条看起来就消失了啊。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调整后的效果。如果反悔了也没有关系，我们随便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抹一下，你们会发现这个线稿还在。我觉得这个方法在调整阶段，线稿的调整阶段是比较好用的，比你直接用橡皮擦去擦要来的更加有效率一点，因为它随时都可以反悔嘛。
这里我们也像这个造型一样，我们给它中间来一朵荷花、莲花。好的啊，那么基本上我们的金草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但这个阶段还可以调，按照你的喜好还可以调整啊，包括什么发丝的走向呀，对吧？然后这个首饰的一个优化呀，慢慢的去调整，哪怕在这个阶段大家花上几个钟头去做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最后出来的结果好就可以了。在现在这个学习阶段的话，我们不计较时间成本啊，我们就看结果，结果让大家满意就行。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一个合适的大小，我们去把它的线稿精细的描出来。虽然但是我的线稿也没有特别精细，就是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开一个导航啊。我的删稿是用 RGB 的，但如果是实物的删稿的话，有时候自己会转一下，转一下看一下。但是我感觉以前那个颜色印刷没有现在的颜色印刷能印出来的多，好像现在有一些颜色也能印出来。以前在画一些小说封面的时候，特别会注意那个蓝色，有一块蓝色都是印不出来的，但是后来好像也能印出来了，只能说科技在发展，对，时代在进步。哎，哦，吓我一跳。今天这个线稿的难度，我个人感觉大家画起来的时候，应该会感觉比上一个要难一丢丢。
今天多了一个头发的动态。嗯，这样的。但是，后面两张我又觉得没有这么难。还是一样啊，我们转动画布。嗯，如果觉得非常难，让你感觉有点力不从心的话，你们可以把那个头发动态给它消掉，画那种小小的揪揪也可以，小小的揪揪也可以啊，可以减一点难度下来。No，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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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画画人是要这样子的。嗯，不应该呀，内门弟子，你怎么回事？怎么可以？如果在画这张的时候感觉有一点超级难的话呢，一定不要放弃接下来的课，因为接下来的课可能动态上面又没有这么难了啊。但是也挺好看的那个动作，就是没有这么难。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斗鸡眼了。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是会画斗鸡眼，因为他在看一个方向嘛，一个东西。好好好，反正你们画秋分的时候一定还要在哟。对，一定要在。秋分和冬至都还是挺好看的。
画这个眼睛的时候啊，画眼睛的线稿的时候，这个眼睑用小排线去做啊，下眼睑也是一样。系统课这个东西看缘分，我们可以的。斗鸡眼妹妹，这个眉毛啊，大家在画那个尾巴的时候啊，一定要放在最后画。我们先按照一般的眉毛去画，画到最后的时候呢，保持平衡的勾一下就行了，两边都一样。不要一上来就把一整根画完啊，肯定是会画歪的。这个头发反正到后面还是可以去增加很多发丝和细节的啊，在我们的这个细化阶段，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大致的就把这个头发的一个面和它的走向画出来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啊。刷刷刷刷。我这个腰我又把侧面提高了一点。哦，我的那个人物画的蛮大的，然后它印出来不是很小嘛，但是我的画集其实它还挺大的。如果是按照胶带的那个大小的话，我是嗯没有办法出画集的，但是也没这么大。对，缩小去印制。然后这个习惯其实就是刚开始那会儿，画胶带的时候养起来的。因为那会儿的话，有一个社团，他有时候会拿这个胶带顺便去做那个立牌什么的。对，然后那会儿就跟我说，你就画大一点，万一做立牌的话，就不用再重新画干嘛的，不用再重新补细节。然后那个社团并没有给我出过一次立牌，哈哈。水子的悲伤史。画那个胶带吗？画胶带是它有个宽度的嘛，有时候是5.5，有时候是6.5，有时候以前是4.5吧，好像是最窄的时候，那时候很小。后来人物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拍纸封面 A4也没有啊，我还是用那个胶带的图，因为我胶带那个比例那个叫什么分辨率是开到600的。对，离心纸。它就是一个里面都是离心纸啊，就是你胶带贴上去了以后，要撕下来非常简单的那种滑溜溜的那样的一个质感。
对，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啊，我现在非常激情的描现，这个阶段比较机械，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解的东西。这个前后关系让我想一下，这个这是在后面的吧？大家都在跟画吗？如此的安静，这个指甲盖，这个指甲盖很重要。什么？跟不了点。好，嗯，虽然这张跟不了一点，但是后两张是可以跟的哟。饰品啊，我感觉不是很多，但是可能画起来也会觉得很多。我感觉不是特别多。啊，有啊，飘带肯定是有的。
背后有个金色大圈圈，啊，你可以给它加金色大圈圈的。OK，接下来我们就又要进入我们非常喜闻乐见的选区环节。尾巴，尾巴画的好好啊，作业。大脑膜，尾巴要试着在设计的时候找一下参考，应该是完全没有找参考的。都是大佬，都是大佬，你们都是大佬，只要画了作业的都是大佬。想象飘动的头发跟衣褶呢，从简单的开始练，头发从那个短头发妹妹头开始练，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挑战那种地狱超长卷发那种地狱模式，那肯定是搞不懂他的。嗯，衣褶的话，连衣裙就是那种稍微可爱一点的那种，嗯，不是那个罗裙的那种连衣裙。然后呢，找一下参考，先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掌握它了。这个东西也是属于呃看起来难，其实还好。你画画的话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画起来很难；一种是看起来很难，其实画起来挺简单的。哪一种是看起来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你画手，或者你画那个身体的肌肉起伏，你感觉蛮简单的，其实它还挺难的。像头发这些的话呢，我觉得难度会比那个手和那个肌肉要简单一些些。
手一定要分区去画啊，如果你没有掌握的话，你就分区去画，如果你掌握了的话就没事。我给你们演示的那个分区画法，就是画给大家看的。现在我也不怎么用这种方法去画了。画手我也找到一种特别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鸡爪法，就是画鸡爪。不知道为什么，我画鸡爪就很容易找到那个感觉，就是画的时候，我的手一开始去起草的时候，全部都是画成那个鸡爪的，尖尖的那种手指，易如反掌也没有呢，画画挺难的。哦，那倒谈不上坚持，这个就是还蛮自然而然的，就是它不是我需要去坚持的东西。嗯，那也是挺多困难的。但是画画这个东西吧，它就是画的开心嘛，画的开心你就会想去画，然后包括你去练的时候，其实也是挺开心的，主要是要找对方法练啊，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我就是特定的顺序或者特定的那个形状会让我很容易掌握，这个也得自己去发现一下。就是我特别没有感觉的，比如说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不是在练那个方块人吗？如果我去练那个，我可能就枯萎了，画不了一点。好，我来看看。对，因为那个东西我感觉不到美感，我就很痛苦。但是人偶人就没关系，他起码是个人。那我换，对哦，如果让我去练方块人呢，我马上就自闭，然后自己，所以说方块能坚持下来的，真的是在我这里是大佬。他们的世界我不是很懂。OK，我们把底色这个选区搞定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铺色了，还是一样啊，跟上回一样，我们把这个分区给它分好。立绘的皮肤我都是用一个颜色，
画什么都画不出来，就说明你还没有想法。你没有想法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里硬画。要什么时候呢？要那种，你感觉你心里想的这个东西啊，已经要喷薄而出了，你就我把它画出来不行了，那个时候应该就到位了。那个时候往往建立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肯定是你看到了一些景象，或者你有了一个很棒的想法，然后它它的那些元素啊，或者它的一个形体啊，或者它的某种造型啊，在你的脑海里面非常清晰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当它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大概念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去把它落实下来的。你的每一步你都会很纠结，你就觉得说这里应该要画些什么。当你一旦这样分散的去思考一个角色、一个设计的时候，那个设计它一定是很不好看的。一个设计它一刚开始肯定是一个整体，非常明确的在你的脑海里了。然后你在细节的造型的时候，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但是具体要怎么扭才好看，然后这个时候去找一下参考，这个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知道吗？一开始你就非常分散的说，哦，我要一个什么头发啊，我这个衣服接下来是一个什么轮廓，这些都没想明白的时候，就不要去下笔。今天的头发是 red。鲜红色，但是后面不会这么那个的了，就不会全部都是这么就是铺个底色。对，如果大家有什么红头发的二次元二次元娃或者二次元老公或者二次元老婆就可以带一下。嗯，对，它是个底色，它后面肯定是没有说全部用这个颜色，你要想办法把它弄到和谐一点。马尾不用，不用，不用两个图层。这张找了多少参考？这张好像服饰找的还好，因为那个敦煌的服装它就是比较的形制比较简单，我觉得不是很复杂。然后图案也基本上是以那个对称图形的平铺为主嘛，对吧？然后这个饰品的话，可能看了一些，这张整体来讲还好，没有特别多，那也就几十张吧。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参考啊，其实是根据结果整理出来的，用得到的参考。然后有大部分的参考，其实是你可能最终没有放在这个画面里面，只是一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它给你起到了一个发散思维的作用。它只是说给你一点灵感，给你一点感觉，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把这些也都当做参考。最后真正用到的你是需要整理的，你在这个里面再整理出一些
最精华的，包括一些局部啊，你要截一下，对吧？鬓角啊，看一下，好的。然后我们是开始画这个衣服，这个衣服的话呢，呃，上衣裙子，整体用一个蓝绿色，这一块的占比就是会大一点。然后是我们的裤子，裤子用一个偏白的颜色，但是我的白色用的也是呃比较的接近那个肤色的。配色好像艾丽尔有点像，有点像艾丽尔的胸罩，好像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大致呢，我们的一开始的这个配色的思路嘛，因为蓝色它会占一个比较大的占比，然后红色的话呢，跟它又是一个对比色，对吧？然后占一个比较小的占比啊。在做这个服饰的时候啊，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头发的颜色是一定要放到整体的设计当中的，你不要把头发独立开来啊。
有些人想的怪美的，衣服把它设计的超漂亮，然后不管发色，然后哐当一下放到那个 OC 身上，发现哦，人家头发占比超大，占了画面的这个可能有四或者五，然后这个头发的颜色跟衣服的颜色配不起来，这个就很难受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它想进去啊。像这个人物的话，如果他是黑发或者白发就没有关系，你不用考虑发色，你只用管衣服就可以。但他如果是红头发，那你一开始你就要想好，这个红色怎么跟其他的颜色要搭配起来进行一个呼应啊。然后现在我们这样子做了以后的话，大家就感觉这颜色还是很分裂，虽然说是对比色，虽然说占比对了，但是它还是看起来不是 very beautiful，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让它变得和谐一点。一开始上来对比有了，接下来就要把它弄和谐。一开始上来非常和谐，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对比拉大啊。先看这个头发，这个头发的话呢，我们肯定是要拉一点渐变的啊。然后呢，我们把整个红色它的这个明度呀往下压一压。红色是一个饱和度用的很高，也不要紧的一个颜色，但是不要大面积的啊，大面积的。它不像蓝色，蓝色的饱和度用一点，它就真的是非常的炸，看起来。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全裸。然后我们用了一个绿色涂层啊，去做一下后面这个衣服的透明的感觉啊。简单粗暴的给它划分一下线。色彩占比和排列的调整，还有综合考虑它的饱和度、明度啊，色相的略微调整。其实配色难就是难在这里一刚开始的那个大方向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好的，然后在裙子的上面，我们加入一点点的蓝色，蓝色跟这个蓝绿色本身的话呢，它就是比较的接近啊，邻近色，给它加入一点金色，然后我们在这个上衣的地方，这种小的局部去添色块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做一点呼应啊。减少上衣的一个占比，调整一下啊。然后我们在裙子的外面去加一些飘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用没有压感和透明度的画笔，在线稿的最上面就给它摆出这个飘带的一个形状来。它为什么有压感？
给它稍微擦出一个相对工整的形状来就可以了。我们还可以调整。根据衣摆的飘动的一个方向，我们的飘带啊，尽量大趋势是统一的。然后在整个裙子的后面，嗯，继续的加上飘带的色块，应该是在整个人物的后面啊。好，感谢感谢你的彩虹屁。然后在我们的手臂的部分，适当的添加飘带的形状。飘带的颜色稍稍的跟这个裙子的呼应一下，调了一个透明度啊，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透明感。
啊，对，但是就好了，就到这里，就到此就结束了，就这么多飘带，没有更多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加上金属饰品啊，这种饰品啊我们统一都不用线稿，我们就用色块就好了。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比较自由的发挥了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去找什么样的。这条项链戴的是这条啊，跟这条比较的类似，会不会很人家？这条真的很好看，这条，而且它是复原款，啊，它不叫复原款，它就本身就长这样，它的纹路就长这样。这个整个拉一下，应该是连接到这里。
后这个是头上的话呢，会加一点这样子的，像这个样子的一些头饰。最喜欢也没有了，这不都是迫于无奈？哈哈。但金属真的是比较的，就是容易出效果。好，今天的这个铺色基本上就铺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同学们也可以就是我看看啊，也可以就铺一个底色就行，所有的饰品你们都先不用画也没关系，到下一节课直接画造型也可以，更省事一点啊。画一个底色在这里嘛，就是提醒一下自己这里有一个造型和有一个位置，接下来是需要细化的。嗯，都不画手势也没关系啊，就把刚才的那个渐变和这个东西都画好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这个示范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呀？过程图的话，我看看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给大家弄出来啊。没有了啊，不辛苦不辛苦。嗯，
哎，下一张的话，动态没有这么难。下张简单，刻画起来也还好，没有特别简单，还行，就是人体动态简单一点。嘿嘿，好好好，暂时停在这里。呃，因为站桩的话，它的好处就是，比如说服饰例会，我们基本上都是站桩的嘛，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想说细节全部看得到，没有一点遮挡，这个就是站桩的好处呀。那你像正装的话，它很多东西它肯定是会看不到的呀，对吧？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动态不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胸部可能就画法会比这个东西要复杂一点。但是已经是这样了，它就这么点小色块，那就搞个红色的内衣就好。行，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拜拜了，下节课见，星期六见。